杭州西湖边意外挖出武松古墓，当专家打開古墓的一瞬間，驚豔的場景鎮住了所有人。往下下一點，對，往下續，往下下，再往下，松哥，再下。這是這個床，是吧？這個是棺床，對，這是那種燈吧，金具吧。都說武松是景陽岡上的打虎英雄，但從武松的骨骼遺骸來看，身高不足 1.6 米，而且在遺骸上每一處都有野獸咬食的痕跡。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直到閱讀了武松碑文上的內容，方才感覺到驚世駭俗。那麼武松的一生到底是多麼坎坷呢？至於施耐庵筆下的武松，專家更是驚呼，我們竟然被他欺騙了上千年，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點個關注，點個讚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1984年，在當時杭州市政府的號召下，對於永金門的城牆進行了修繕工作。就在相關的工程進行的過程中，施工队發現意外挖到打虎英雄武松大墓，而且古墓的泥土十分堅硬，每開挖一寸都顯得特別艱難。除了十分堅硬之外，還讓人感覺這塊土地是被人特意夯過一樣。面對這種情況，施工隊立馬把相關的情況上報給了考古隊。得知相關的消息之後，考古隊立馬來到現場進行調查。在根據洛陽鏟的發掘過程之中，考古隊發現這地方的土質情況的確符合地底下存在古墓的情況。於是考古隊馬上對於地下的古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。但是在挖掘了這座古墓葬之後，考古隊被眼前的場景有點驚呆，因為在墓室裡面，考古隊沒有發現任何的陪葬品，只剩下一具空蕩蕩的棺材。這個時候考古隊認為這座墓葬是不是被人盜掘過，因此才有這種情況的發生。於是乎考古隊請來了吊車，想要把這具棺材吊出墓室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調查。在吊車的幫助下，棺材終於被吊出了墓坑，運送到相關的實驗室。在棺材被運送到實驗室之後，考古隊立馬先用小木切撬開了棺材的縫隙處。在那一瞬間，棺材裡面的積液立馬湧現了出來。於是考古隊不得不先把積液清理乾淨，然後進行下一步的程序。但是就在考古队清理完畢積液，放眼棺材內部的時候，棺材內部的情況讓考古隊感到有點匪夷所思。只見棺材裡面並沒有存在任何的隨葬品，這讓考古隊感到疑惑，因為主棺裡面並沒有呈現被盜掘的痕跡，並且棺材裡面的屍骨姿勢十分詭異。只見這具屍骨從直觀來看就是一個駝背的小矮子，並且在棺材裡面呈現四肢蜷曲的姿勢，而且骨質上面遍布咬痕。在排除被邢台發現的所謂武大郎的墓葬之後，考古隊繼續就墓主人的身份探究下去。在一番查看後，考古队在棺材裡面找到了一行字：武松之救。這一行字讓考古隊瞬間驚呆了。大家或多或少都聽說過武松的事跡，比如单手擒方臘、醉打蒋门神等，而武松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跡，就是在景陽岡下喝了18碗酒，上崗打死了那只吊睛老虎。於是在一般人的印象和固有觀念裡面，打虎英雄武松肯定是個身軀魁梧的壯士。那麼眼前的屍骨實在讓人感到反差過大，因此考古隊緊接着在墓坑裡面進行了一番仔細的挖掘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在一番努力後，考古队終於挖到了一塊墓碑，上面記載了武松的生平事跡。大家都知道，
武松從景陽岡打虎出現在《水滸傳》裡面，最後再經過一系列轉折，最終落草於梁山。在梁山上，武松跟着宋江接受朝廷的招安，在最終征討方腊的過程中獲得大功，最後作畫於杭州。但是碑文的記載卻和小說裡面的武松差距還是比較大的。碑文中记載，武松從小練武，在家鄉經常行俠仗義，在長大後，武松靠着自己的本領，在永金門外面賣藝為生，於是武松的名氣越來越大，被杭州當時的官员賞識，成為了一名負責治安的捕快。那麼雖然捕快並沒有品级，但是也是衙門中人。這種情況下，為什麼武松的骨殖看起來十分凄慘，並且甚至在骨殖上面還存在許多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咬痕呢？在成為了杭州地方官的左膀右臂之後，武松終於有了一個穩定的落腳點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因為提拔武松的地方官受到了政治層面的打擊，因此武松也受到了牽连。很快，奸臣蔡京的兒子來到杭州當知府，但是這位公子哥在杭州胡作非為，引發了極大的民憤。就在這種情況下，武松感到十分的打抱不平，因此武松決定刺殺蔡京的兒子，來為杭州的市民以及提拔自己的那位杭州官员出口气。於是在這種情況下，蔡京的兒子被武松刺殺。眼見自己的兒子被武松刺殺，蔡京可是震怒到了極點，所以武松受到了嚴刑拷打，最終死在杭州的監獄裡面。在死後，武松的屍首被丟在了城外的亂葬崗上，因此武松的骨殖上面存在許多的咬痕，是被亂葬崗上面的野獸給啃咬的結果。得知這個情況後，杭州當地的市民在亂葬崗裡面找到了武松被拋棄的屍首，集資後把武松埋葬到了西湖邊。當然，這位歷史上真實的武松也是一個正直的英雄。當時這位蔡京的兒子蔡雲也被人稱之為蔡虎，因此無論是小說裡面的武松還是歷史裡面的武松，都是妥妥的打虎英雄。雖然這位歷史上真實的武松最終沒有獲得善終，但是作為後世著名小說家的施耐庵，應該是在無意之中聽說到了這位杭州的民間英雄的種種生平，因此移花接木地把這位武松的個人事跡在經過文學加工和美化之後，讓武松成為了後世廣為人知的打虎英雄。當然，在這一番藝術加工之後，武松的知名度更加深入人心。結合西湖旁邊的武松墓地，這位打虎英雄值得後世之人永遠的追憶、敬仰以及思念。